屏幕前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的话题得从我一个嫁到西班牙的朋友说起。前几天我俩视频，他那边的阳光透过屏幕都好像能洒到我身上。他跟我感慨说，现在大环境不好，挣钱不容易，但他在西班牙过得还算踏实，敢花钱，敢消费。我当时就特好奇，问他为啥，他说很简单，因为在西班牙看病是不要钱的，就是这份底气，这份由国家给的安全感，让他觉得生活这艘船，不管外面的风浪多大，总有一个最稳固的锚。挂了视频，我这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他的话就像一阵风，吹开了我脑海里关于咱们自己医疗状况的重重思绪。咱们国家为了让老百姓看病不再那么难，那么贵，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很多年前就有了农村合作医疗，城里上班的呢，单位会挤交职工医疗保险。就拿我自己来说，在深圳快20年了，公司年年都给我缴着职工医保。说实话，我年轻身体好，几乎没怎么用过，但这玩意儿就像一把看不见的保护伞，虽然平时感觉不到，但真到了暴风雨来临的时候，才知道它的重要。没它的话，现在去医院看个小感冒，随随便便花掉上千块，那真不是开玩笑。而我的父母，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我每年都坚持给他们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，现在这保险费也是年年涨，但这个钱我不敢省，我心里怕呀，真的怕万一他们身体出了什么大状况，那种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无助感，我连想都不敢想。我没什么有钱的亲戚朋友，真到了节骨眼上，借钱都不知道该敲谁家的门，所以买了这份保险，就像给自己的心买了一颗定心丸，能稍微踏实一点。但是这颗定心丸也不是万能的，咱们得把这里面的道道说清楚。这个农村合作医疗保险，它有个特别重要的前提，就是你必须得住院才能报销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是你平时去门诊看个病，做个身体检查，或者拿点药，这些钱一分都报不了。而且住院报销的规矩也特别多，像是在打一个折扣越来越低的游戏。你在自己家乡的小镇医院住院，能报销的比例最高，要是去了市里的大医院，报销比例就得降一截。要是病情复杂，跑到了省城最好的医院，那报销的比例就更少了。可问题是，稍微棘手一点的病，乡镇医院它就是搞不定啊，要么是医生的经验有限，要么就是医疗设备跟不上。这就像你想修一台精密的仪器，但手边只有一个锤子和一把螺丝刀，所以为了能把病看好，乡亲们只能咬着牙往大城市大医院跑，心里明镜而视的知道要多花钱，但没办法，治病救人是第一位的。至于平时那些头疼脑热，或者干农活时不小心划伤了，碰着了，只要没到伤筋动骨大出血的地步，只要不用住院，大伙儿的选择出奇的一致，就是去村里的卫生室，找咱们俗称的赤脚医生。这些医生可能没有华丽的诊所，但他们是乡亲们最信赖的健康守护人。可这打针吃药的费用，因为没有住院，自然就跟合作医疗保险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，全都得自己掏腰包，几十块、几百块，听起来不多，可对于一个月只有100多块养老金的老人来说，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。要是这笔钱能省下来，那心里该有多高兴啊！前不久，我陪一个在工地上干活的老乡去医院，他老板没给他们买职工医保，我们就只是做了一个常规的体检，然后医生给开了10副中药调理身体。你猜花了多少？1000多块。就这么一下子，1个多月的血汗钱就没了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如果一个人真的生了病，又没有任何保险，要在医院里住上个10天半个月，那出来的时候恐怕真的要被扒掉一层皮。所以你看，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怕的是什么？就是生病。哪怕手里攥着医保卡，心里还是怕的要命。因为无论是职工医保还是合作医疗，
它都不是一张万能的通行证，并不能让你从此高枕无忧，看病一分不花。很多时候，那些效果最好的特效药，那些能救命的关键药物，医院都明确告诉你，这不在报销范围内，得自费。这就好比打仗的时候，给了你一把枪，却告诉你最关键的子弹需要自己想办法。所以我们才会那么频繁的在朋友圈里看到那些得了癌症的朋友，那些遭遇重大意外的家庭，还在一遍又一遍的发着众筹的链接。他们不是没有医保，而是那点报销，在巨大的医疗费用面前，实在是杯水车薪。谁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，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一辈子无病无灾。所以大多数老百姓都活得小心翼翼，舍不得花钱，舍不得享受，因为他们心里总有一根弦紧紧绷着，要为那个不确定的明天攒钱，为可能发生的疾病准备救命钱。他们还要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千万别得大病，不然手里那点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，就像洒进沙漠里的一盆水，瞬间就蒸发得无影无踪。说起来，这辈子我还真就享受过一次100%的免费医疗，那还是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。一次训练中，我意外受了重伤，右胳膊肱骨粉碎性骨折，连神经都伤到了。我在医院里躺了将近1年。我记得当时消息传回家，我爸妈急得夜不能寐，我妈更是天天以泪洗面。但后来他们又觉得我是不幸中的万幸，因为我是在部队受的伤，所有的治疗费用1分钱都不用家里掏。他们后怕地说，这要是在家摔成这样，那时候又没什么像样的医保，恐怕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，也凑不够给我治好这条胳膊的钱。那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，当一个人可以完全不用为钱发愁，只需要专注于康复时，那种感觉是多么的踏实和有尊严。现在我们经常听到上面鼓励大家积极消费，说要拉动内需，促进经济发展。可是有没有人想过，当老百姓的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担忧，尤其是对生病的恐惧时，他们就算手里有几个钱，又怎么敢大大方方的花出去呢？钱花掉了是痛快了，可万一生病了怎么办？老了需要人照顾了怎么办？谁能给他们一个确切的保证呢？反过来想，如果国家真的实行了全民免费医疗，把老百姓心里这块最大的石头给搬走了，我敢说根本不需要任何鼓励，消费的浪潮会自然而然的到来。谁不想吃好点，穿漂亮点，多出去走走看看，住得更舒服点呢？谁不想过那种有钱就花，没有后顾之忧的舒心日子呢？更重要的是，如果实行了全民免费医疗，它会像一股温暖的春风，吹散笼罩在很多人心头的阴霾，大大提高咱们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指数。就不会再有人说现在经济是发展了，但感觉远没有以前快乐了。因为真正的幸福是建立在安全感之上的。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作为一个普通的视频博主，也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，我真心期盼着，随着咱们国家科技越来越发达，国力越来越强盛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也能像我的那位西班牙朋友一样，骄傲地说，我们看病，国家全管了。我相信，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期盼，更是咱们14亿同胞共同的梦想。好了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